嘿，大家好，我是 Mike， 欢迎来到 Dr. Mike 的投资频道。今天是2022年3月16号，周三。在今天这个视频的开头，我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俄乌战争的一个最新进展，以及美联储最新的一个加息的一个举措。然后呢，在个股方面，今天也是中概股的一个重要的日子，在中国政府的政策指引下，今天呢，中概股是全线暴涨。所以呢，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对阿里巴巴和尼欧的局势的一个走势，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OK，let's go。好的，在俄乌局势方面呢，取得了一些进展。据今天《金融时报》的报道据参与会谈的3位内部人士称，乌克兰和俄罗斯在一项暂定的15点和平计划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包括停火和俄罗斯的撤军。如果基辅宣布中立，并且接受对其武装力量的限制，这些人士说，乌克兰呢和俄罗斯的谈判代表在周一开始全面讨论了拟议的协议，其中呢包括了基辅放弃加入北约的野心，并且呢承诺不接纳外国军事基地或者武器装备，用来换取美国、英国或者土耳其等盟国的保护。西方对乌克兰安全保障的性质以及俄罗斯对这些保障的接受程度可能呢还会成为协议的一大障碍，因为俄罗斯呢在2014年是夺取了乌克兰的领土地位就是以前的一个例子。1994年呢一项支撑乌克兰安全的协议呢也没有能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样一个进攻。尽管莫斯科和基辅都表示他们在协议的条款上呢是取得了进展，但是呢乌克兰方面呢仍然怀疑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完全致力于和平，并且呢也有担心会不会莫斯科在争取时间用来重组他的部队，并且恢复进攻。普京呢在今天没有显示出妥协的迹象他说呢，这个莫斯科将实现其在乌克兰的所有的战争目的。普京说，我们绝不允许乌克兰成为针对俄罗斯的侵略行动的一个据点。不过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高级顾问告诉《金融时报》，任何协议呢都将涉及俄罗斯的军队在任何情况下呢离开自2月24号战争开始以来所占领的乌克兰的领土。也就是沿着亚速海和黑海的南部地区，以及基辅的东部和北部的领土。乌克兰呢将保留他的武装部队，但有义务呢置身在诸如北约等军事联盟之外。另外呢，要避免在他的境内设立外国的军事基地。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今天告诉记者乌克兰基于奥地利或者挪威这样的中立国的地位是一种妥协的一种可能性。佩斯科夫说，现在确实在讨论这个选项而且呢可以视为一个中立的一个选项。同时呢，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说，具体的措施呢在谈判中接近于达成一致所以呢这些种种的消息给今天美股市场呢带来了一个振奋市场的一个信息，给市场带来了希望。不过呢，我个人觉得目前呢也只是谈判对我们来说呢，我们需要实际看到停火目前还有许多的不确定因素也有可能到了明天传来消息，这个协议破裂了，市场再次导致下跌，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要保持一个谨慎的乐观要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但在其他方面美国的石油能源价格在今天继续走低当然在中概股方面今天也出来重大的消息中国的金融委员会开了会议，所以呢对中概股起到了一个重大的推动作用。我在今天视频的下半段也会分析我对这些政策乃至对中概股的一些解读欢迎朋友们观看。在经济数据方面，根据今天发布的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消费者在2月份呢继续消费，但是呢速度比预期的要慢当月的零售额呢是增长了 0.3 个百分比
略低于市场预计的 0.4个百分比。好的，然后在下午2点呢，美联储结束了会议，然后正式宣布将会把利率提高 0.25个百分比。从这一点来讲呢，也是符合市场的预期。在会议中呢，只有一位美联储官员提议呢是增加到 0.5个百分比，绝大多数呢都是建议 0.25个百分比，所以呢最终是上涨了25个基点。这一点呢也是符合市场的预期。不过呢，在会议中，美联储也提到了，在今年接下去有6次的美联储会议，美联储呢计划在每次会议以后都将增加利率。这样的话呢，按照这样一个步序，到今年年底的话，利率有可能会上涨到 1.9个百分比。这样的话呢，就比在12月份美联储的预期要整整多了1个百分比。另外呢，在2023年，美联储还计划升息3次，然后在2024年呢没有升息。在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由于对今年的升息的这个预期是快于市场的预期，所以呢一度美股大盘包括道琼斯和标普500都是快速的下跌，曾经呢一度都是从今天上午的早盘的大涨变成收红下跌的这样一个局势。后来呢，在鲍威尔出来记者招了会，对美联储的整个的计划提出更多的这样一个信息，也是起到了一定的安抚作用。然后呢，市场呢又重新再恢复。总之呢，在美联储最终的决议出来以后呢，今天下午的市场也是比较浮动。好了，虽然美股大盘在下午呢有所反复，但是最后呢还是全面的强力的反弹。我们来看一下道琼斯呢，今天总共是上涨了518点，正好呢是收在了这根压力位，也就是在34,040点的上方收在了34,063点，全天呢是上涨了 1.55个百分比。标普500呢，在上涨的过程中，首先它是突破了4300点的这根压力位，然后呢再次突破21天均线，最终呢是收在了4357点也是强力上涨了 2.24个百分比，重新脱离了调整区。纳斯达克今天全天也是大涨了近500点在上涨的过程中，也是首先突破了13712点的这根阻力位，然后呢再次突破21天均线，最终呢是收在了13956点附近全天是大涨了 3.7个百分比，也是再次脱离了熊市，回到了调整区。罗素2000也是同样在下跌的过程中呢，得到了196点的这根支撑位的支持以后呢，恢复上涨首先是突破了21天均线，最终呢是收在了202点附近，全天也是大涨了3个百分比，也是再次回到了调整区。目前看呢，市场对美联储的升息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已经 already price in 接下来呢，主要一个变数也就是俄乌战争的一个变局希望呢，俄乌局势也可以继续得到缓和他谈到的最终协议也可以最终签署。在这个频道，我也会继续跟踪，跟大家报道最新的消息。好的，重磅消息，今天刘鹤主持召开了国务院金融委员会的一个专题会议。我们知道刘鹤呢，目前是中国在金融界的一个掌门人，也就是实际的负责人操作负责实际中国的金融工作那么在会议中呢，国务院的金融委呢讨论了10个市场最关心的一个热点。首先他说呢，是全力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两会部署，统筹疫情的防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保持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所以呢，它等于说也是回应了市场对最近的这个疫情爆发的担忧说明了中国在政府的统筹安排下，一定会管控疫情的防疫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第二点呢，他提到要切实振作1季度的经济，货币政策呢要主动应对，新增贷款要保持适度的一个增长。第三点也是一个重点他讲到了一个中概股，再次强调目前呢，中美双方监管机构保持了良好的沟通，
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正在致力形成具体的合作方案。我在前面的视频中也从各个不同的渠道，包括美国这边的 PCLOB 也是释放了相同的信息，然后今天再通过中国的金融掌门人刘鹤的嘴中再一次确认，中美双方的监管机构呢已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正在致力形成一个合作方案。所以呢，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应该会听到在这方面的一个好消息。所以呢，这对中概股的所谓的这个退市的这种威胁或者说concern将会大大的一个减少。第4点，他也讲到了中国政府也将继续支持各类企业到境外上市。我这觉得呢，主要也是前期在去年嘛，主要因为滴滴上市，造成了整个的美股市场对中国市场，中国政府会不会把一些政府到境外上市进行打压？这里呢，我觉得这个滴滴只是一个个例，中国政府呢再次强调会继续支持各类企业到境外上市，也给市场了一个定心丸。第5点也比较关键，他讲到了关于互联网公司红灯绿灯都要设置好关于平台经济的治理，有关部门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针来完善制定方案，坚持一个稳中求进，稳妥的推进并尽快完成大型平台公司的整改工作，促进平台的一个平稳健康的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这对像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公司也非常重要。前段时间呢，也市场解读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有打压这些公司的嫌疑，所以呢，这次刘鹤也提出来，我们不光要设置红灯，在必要的时候也要设置绿灯，也就是通过一些政策来推广这些公司的发展。最终中国的目的呢，要是促进这些大的平台公司的平稳发展，提高他们的一个国际竞争力。所以呢，对阿里巴巴、腾讯这些的大的互联网公司也是一个巨大的利好。第6点，他也讲到了港股关于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问题，内地、香港两地监管机构要加强沟通，保持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这一点对中概股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像NIO、小鹏、理想这些公司，包括阿里巴巴，他们目前都是在香港有2次上市，所以呢，保持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等于也给这些中概股提供了一个后院，对这些中概股也是一个大的一个利好消息。第7天呢，讲到有关部门要切实承担自身责任，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郑重出台收缩性的政策，对市场关注的热点呢要及时回应。这一点我觉得也很好，就是说整个的接下来的大环境会出台对整个市场有利的政策，对一些有可能导致市场担忧的政策呢要慎重。第8点呢，他也提到了对一些资本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应该事先与金融管理部门协调，保持一个政策的一个稳定和一致性。在中国，因为这些大的上市公司，它不光有一些金融方面的政策，有的时候一些地方政策也可能影响他们的这个业绩而且呢，我们看到会后，实际上中国的部门已经开始落实。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房地产公司前段时间也受到很大的打压。在这次会议以后呢，中国的税务部门马上提出了一个政策，说目前从今年来讲呢，房地产税没有条件来发展，所以呢，从这一方面也等于说是与金融机构相协调，促进房地产企业的一个恢复。第9点也非常重要，就是说中国政府欢迎长期机构投资者增加持股的比例，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会支持这些机构，如果是长期看好中国资本市场，投资中国资本市场所以呢，对我来讲，我本身也是一个对中概股的一个长期投资者，所以呢，我觉得像我们这些长期投资者也会得益于中国政府的这一项政策。第4点当然就是说要保持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的态势，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所以综合起来看呢，我觉得中国的金融委员会今天是一个重磅出台来支持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他目前呢提出的这个会议非常有针对性，我觉得主要目的呢
就是要稳定市场，恢复信心。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资本市场包括中概股有很大的一个下行压力，这里面当然有一些不同的原因了，包括疫情的影响中概股在美国退市等等。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个调整的幅度呢是远远大于它实际的这些原因存在市场有抛售打压的一个因素。另外呢，也存在市场预期恶化对中国的中概股包括中国资本市场缺乏信心。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中国的国务院金融委开了这么一个会，讨论这些问题，对当下的资本市场关心的问题做出回应，我觉得是恰到好处，时间点把握的非常好，也是非常有必要。当然他讨论了所有这些市场关心的热点问题，我在前面已经做了讨论，而且呢不光是讨论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看到监管部门呢都有落实，都在回应市场的关切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呢，我们看到它不仅仅只是停留在一个开会的政策，比方讲从宏观的角度出发中国呢已经做过一次降息的这样一个动作我个人觉得呢，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利率还有这个下行的这样一个空间特别是对房地产行业因为它的5年期按揭贷款利率我个人觉得呢，存在中国政府继续降息的这样一个可能性，所以呢，对中国的整个宏观经济将会起到一个推动作用。另外呢，他也提到这些政策工具怎么用中国政府会很好的利用政策工具来支持国内资本市场的这样一个投资。所以呢，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中概股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重磅的利好消息对我个人来讲呢，也希望中国的监管部门继续出台落实这些政策，从而呢使今天这次会议成为一个真正的中概股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转折点我个人也是继续看好支持和投资中概股。好的，对阿里巴巴，我是在周一的视频跟大家分享，我是在大概这个位置加仓买入了阿里巴巴的股票，然后呢，在短短的经过2天时间，今天借助中国政府的帮忙，今天阿里巴巴是暴涨了 36.76个百分比，全天总共上涨28块钱，一举突破了21天均线的压力位，最终呢是收在了105块附近。而且我们看到今天阿里巴巴的交易量也是巨量的交易量，属于一个标准的放量上涨。这也是我拥有阿里巴巴以来的单日最大的一个涨幅。要知道，像阿里巴巴这样体量的公司，一天暴涨37个百分比，这是有巨量的资金介入。对于拥有阿里巴巴的朋友，或者说也对阿里巴巴做了开仓或者加仓动作的朋友，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近期整个的中概股受市场的打压非常严重，整个的情绪比较颓废。今天也是中概股翻身的一天可以大家分享一下，一起开心开心。我创建这个 YouTube 频道，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呢，大家炒股可以抱团取暖；而在开心的时候，大家也可以一块分享众乐乐。NIO也是同样，我在周一的视频呢跟大家分享，我是在这个位置，在14块附近是加仓又买入了 NIO， 也是短短经过2天的时间。同样道理 ，NIO 今天也是暴涨它总共是上涨了3块8，一举突破了17块5的这根阻力位，最终呢是收在了18块7毛5。整天呢是暴涨了近26个百分比，而且今天 NIO 的量也是非常大，也是标准的放量暴涨。同样道理对拥有 NIO 的朋友，或者说对 NIO 进行开仓或者加仓的朋友，也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块开心一下。熟悉我频道的朋友一定都知道，我也是继续看好和做多 NIO。好的，这是今天的视频。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不要忘了点赞。如果您还没有，请点击视频下方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您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新的视频的通知。转发并且评论，谢谢。我们下个视频再见。